为什么管理血糖水平如此重要？很多人每天都经历血糖的剧烈波动，却未必意识到这些波动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，比如疲劳、对高糖食物的渴望、睡眠质量差、炎症，甚至是更年期的荷尔蒙问题。每次血糖飙升都在悄悄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，因此调节血糖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起点，也是健康生活的基础。好消息是不需要节食，你或许也不太愿意做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，那就通过这10种技巧来帮助你控制血糖稳定吧。欢迎来到雅说健康，我是小雅，一名热衷于帮您收集各种实用有趣的健康资讯的健康频道虚拟主播。在这一集中，我将介绍10个非常有效且容易做到的血糖管理技巧，这是我在长期的资料搜索中总结出的10个易于遵循的控糖技巧。影片或许有点长，但提到的每一个技巧都非常实用，可帮你省下大量搜索和阅读的时间，并且可以立即开始行动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技巧1，按正确顺序进食。研究显示，如果我们按照特定的顺序吃饭，餐后的血糖飙升可以减少高达 75%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先吃蔬菜，然后是脂肪和蛋白质，最后再吃碳水化合物，包括淀粉和糖，可以显著降低餐后的血糖飙升。这是个简单的开始。下次用餐时面对不同的食物，不妨先吃蔬菜，再选择肉类和脂肪，最后才吃碳水化合物如米饭、面条、土豆、面包和甜点。这个技巧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蔬菜中的纤维会在肠道内形成一层保护网，从而减缓碳水化合物中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。记住，你并不需要改变所吃的食物种类或数量，只需调整进食顺序。比如想象一下，你的盘子上有肉类、豆腐、米饭和西兰花。若先吃西兰花，然后吃肉类和豆腐之后再吃米饭，与反过来吃时相比，血糖飙升的幅度会小得多。技巧2，餐前加入蔬菜开胃菜。这与技巧1的原则相似，但稍有不同。它建议在餐前添加一个蔬菜开胃菜，这不仅能帮助您控制餐后的血糖水平，还能提高整体健康。蔬菜开胃菜是指您在正式用餐之前享用的一盘蔬菜，可以是生的或熟的。这个技巧实际上比技巧1更简单，因为技巧1需要您调整餐食元素的顺序，而技巧2只需在开餐时加上一盘蔬菜，就能轻松利用其中的纤维来获益。具体做法也很简单，在午餐或晚餐开始时，准备一盘蔬菜，你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一些调料或酱汁，但记得以蔬菜为开场。吃完蔬菜开胃菜后，再享用你平时的其他食物，你会发现餐后的血糖飙升要比没有蔬菜开胃菜时低得多。这不仅有助于控制血糖，还能让你在用餐过程中摄入更多营养，帮助身体保持健康。因此这是个双赢的局面。在餐厅时可以简单的点一份沙拉，或者享用一些黄瓜片、樱桃、番茄。理想情况下，你的蔬菜开胃菜应该占到餐食总量的 30% 左右。技巧3，停止计算卡路里。虽然卡路里在饮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例如当比较1000卡路里和5000卡路里的薯片时，显然后者对健康的影响更大，但卡路里无法真实反映食物的内在价值。2个摄入相同卡路里的人可能体验截然不同的健康状况。一个人可能因食物导致显著的葡萄糖飙升而感到疲惫，渴望甜食，甚至出现健康问题，而另一个人则可以在同样的卡路里摄入下，通过合理的饮食结构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，你知道卡路里最初是如何测量的吗？如果要测量一块巧克力饼干中的卡路里，把它放入一个密封的金属盒子里，然后将盒子放入装满水的水缸中，接着点燃盒里的饼干，通过测量水温差距来判断盒中食物在燃烧时释放的热量。这个方法显示了卡路里只是食物燃烧时释放热量的测量。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告知食物内部的成分，例如甜甜圈和牛油果可能在燃烧时释放相同的热量，但甜甜圈充满淀粉和糖，容易引发葡萄糖飙升，而牛油果主要含有健康的脂肪和纤维，有助于稳定葡萄糖水平。因此停止计算卡路里，专注于您实际食用的食物和饮食技巧。当你忽视卡路里并采用这些技巧时，感觉明显更好。而且如果减肥是目标，使用这些技巧能更轻松地减少葡萄糖飙升，降低胰岛素水平，有助于消散过度的食欲和饥饿感，
使身体更容易燃烧脂肪。这些方法不仅更健康，也是更有效的减脂策略。技巧4，尝试咸味早餐。这可能是许多人觉得最难以接受的技巧，但它也是最强大的。如果你不想跳过早餐，觉得不吃早餐无法启动你的一天，但又渴望改变并迅速见效，我强烈建议你从咸味早餐开始。咸味早餐的核心在于早上避免像大多数人一样，主要吃淀粉和糖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习惯吃一碗谷物配成汁，涂了果酱的面包，或者是一碗以饭或面条为主的早餐，这些都属于淀粉和糖的组合。在早晨吃这些食物，会导致一个巨大的葡萄糖飙升，而这会带来一些问题。首先，早上的这种巨大血糖飙升会迅速提高你的饥饿水平，并导致全天能量不稳定。此外，持续的高血糖还会损伤您的线粒体，它们是细胞内的小工厂，负责产生能量，从而影响你进行日常活动的能力。因此，转向咸味早餐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那么，咸味早餐应该怎么吃呢？它的基础是蛋白质，你可以选择鸡蛋、酸奶、坚果、肉或鱼豆腐，甚至可以将蛋白质粉加入奶昔中。接着，你可以添加一些脂肪，如果愿意的话，还可以加入少量纤维。早上不需要太多纤维。最后，你可以添加一些淀粉，比如面包或土豆。但咸味早餐最好避免含有任何甜味，除非你想用完整的水果来提升口感。技巧5，吃任何你喜欢的糖，它们都是一样的。这更像是一个常见迷思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并不想让你相信关于有机糖、红糖、枫糖浆、龙舌兰糖浆、蜂蜜等所有疯狂的营销和说法。所有这些东西，无论是简单的白砂糖，还是非常高级的蜂蜜，它们都含有葡萄糖和果糖分子，并且都会在您食用后引起血糖飙升。所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个。蜂蜜虽有一些有益的微量元素，但在影响血糖方面并不一定比白砂糖对您更好。只要吃你喜欢的糖就行了，因为当您吃糖时，这是一个愉悦的决定，而不是一个健康的决定。这纯粹是为了愉悦。所以即使你吃一些有机的蜂蜜蛋糕，也不要认为你是在为健康做这件事，这纯粹是为了取悦自己。技巧6，选择餐后甜点而不是甜食零食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技巧。每当我们想吃糖时，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在享受甜食的时机上，有更好的选择和更糟糕的时机。对我们的血糖水平来说，最糟糕的时机是在早晨空腹或餐间空腹时吃糖。为什么要避免空腹？因为当您的胃是空的时候，你吃的任何东西都会非常快地通过你的消化系统，迅速进入血液中。例如，如果您和我一样喜欢巧克力蛋糕，那么早上空腹吃巧克力蛋糕会引起巨大的葡萄糖飙升，而这之后的快速下降会激活我们大脑中的渴望中心，促使我们想要吃更多的糖。因此，如果你在早上空腹吃大量的甜食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会整天面临强烈的糖瘾。谁希望整天都被糖瘾困扰呢？所以我们最好避免这种情况。相反，当你想吃甜食时，选择在餐后将其作为甜点来享用。比如说，如果我看到一块看起来非常美味的蛋糕，我会买下来并在下一餐后再吃。这时已经在胃中的食物会减缓蛋糕中的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，这样您就能在对血糖水平的影响较小的情况下，尽情享受甜食的乐趣。技巧7，醋的妙用。当这个科学发现首次被揭示时，许多人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和意外。起初，人们把它当作又一个来自社交媒体的奇怪趋势。然而，一些非常好的临床试验表明，在餐前喝一杯加入1汤匙醋的水，能够将餐后的血糖飙升降低高达30%，而无需改变餐中所吃的食物，仅需添加醋饮料。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，是因为醋中含有醋酸，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分子。醋酸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在消化系统中的分解速度，从而减缓碳水化合物或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。任何类型的醋都可以使用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苹果醋。一个常见的问题是，如果不想直接饮用醋，该怎么办？其实可以将醋用作蔬菜开胃菜的调料，这样形成一个良好的组合，实现了一个技巧双重使用。但需特别小心胶囊和软糖形式的醋。大量研究结果显示，这些胶囊的效果往往不佳，科学支持几乎为零。最糟糕的是，许多醋补充剂实际上含有大量糖，可能导致血糖飙升。对此，消费者应保持警惕，尤其是那些充满糖的醋软糖产品。技巧8，
餐后运动。餐后动一动能对身体产生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原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葡萄糖来获得能量。当你动用肌肉时，肌肉收缩所需的能量会通过燃烧葡萄糖来实现。因此，肌肉用的越多，强度越大，消耗的葡萄糖也就越多。基于这个原理，餐后简单的使用你的肌肉10分钟，就能有效帮助稳定血糖水平。用餐结束后90分钟内起来动一动，比如散步10分钟，打扫房子、遛狗、洗碗，甚至洗衣服，这些活动都能起到作用。如果你没法走开，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，在座位上时将脚放在地面，抬起脚跟做上下运动，这样能锻炼到小腿肌肉，尤其是腓肠肌。腓肠肌非常擅长从血液中吸收多余的葡萄糖，比如在办公室里若不方便做深蹲等大动作，你可以悄悄在桌子底下进行这个脚跟上下抬升的动作，设个10分钟的计时器，甚至在开会时也能完成这个锻炼，没人会发现。就是这么简单的小动作，便能帮助你调节餐后血糖水平。技巧9，如果想吃零食，选择咸味的。就像上面提到的甜点和甜食零食技巧中所说的，尽量避免在2餐之间吃糖，因为这样会引发血糖过山车。如果在餐间感到饥饿，不妨选择一些咸味的零食，比如煮个鸡蛋撒上点海盐，或者吃点酸奶，鸡蛋加黄瓜吐司配无糖花生酱，或是一碗热汤。想一想你喜欢的咸味食物，并将它们作为零食。技巧10，给你的碳水化合物穿上衣服。这里说的衣服并不是 T 恤，而是指当我们每次摄入碳水化合物时的搭配方式。碳水化合物包括淀粉类食物，如米饭、面条、馒头、面包、土豆等。淀粉会在体内转化为糖分，而糖分则是指任何尝起来甜的东西，从水果到甜点。所以如果单独摄入这些碳水化合物，往往会引发血糖快速飙升。因此，为了减缓这些碳水化合物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，并进入血液的速度，建议给它们穿上衣服，也就是搭配一些蛋白质、脂肪或纤维。例如，吃白米饭、白面条时，可以搭配一些鱼、豆腐或蔬菜，这样可以减缓米饭中的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。又或者吃燕麦时，可以选择加上一些坚果、牛油果和蓝莓。甚至在吃甜点时，如果加入一些酸奶或者坚果，蛋白质和脂肪的搭配，同样能帮助减缓糖分的吸收，减少血糖波动。尽量避免单独摄入纯碳水食物，记得通过搭配其他营养成分来给它们穿上衣服，这样能帮助维持血糖的平稳。你可以结合使用多个技巧，或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选择。例如，假如你想吃巧克力蛋糕，可以运用甜点技巧，也就是在正餐后再吃。同时，你也可以给蛋糕加点搭配，加入一些蛋白质和脂肪，比如酸奶或坚果，来减缓血糖飙升。当然，你还可以用促技巧以及适量运动来帮助平衡血糖。如果某天你只想尝试一个技巧，比如蔬菜开胃菜或餐后的短暂运动，或者咸味早餐，那就从你最感兴趣的开始。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起来。一旦开始，你很快就会感受到明显的改善，然后再逐步添加其他技巧。你会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年纪的增长不再意味着健康的衰退，而是越活越健康。这感觉太棒了！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通知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健康资讯以及实用技巧了。让我们一起走向更健康、更充满活力的生活。我们下期见。